刚戴好髯套的李世民正在欣赏自己完美弧线的后脑勺，可他突然发现一个问题：铜镜脏了。宫女赶忙拿起绸缎擦拭铜镜，不料手滑将铜镜摔落在地。我去为陛下换面新的。宫女起身去梳妆台上拿新的铜镜，结果粗心的她又将铜镜打翻在地，连续2次犯错让李世民臭美的好心情一扫而光。出去！他再无兴致打理自己的胡子，直接一把将髯套扔到了地上，随后选择坐下看书来平复一下心情。可不想宫女为他盏灯时，却又一次打翻了煤油灯，险些把李世民的胡子给点着。一向好脾气的李世民也终于忍不了了，没完没了的出错。长孙皇后听到动静之后，赶紧过来安慰李世民，让他消消气，别跟宫女们一般见识。而李世民也是真听，却没有再计较。这要是换成其他的皇帝，早就拉出去杖毙了。可就在李世民抬脚让旁边的宫女脱袜子时，但没想到他把脚伸了半天，宫女都没有任何的反应，还是旁边的长孙皇后提醒他，这才赶紧上前服侍。可此时的李世民越想越气，最终还是没忍住，一脚将宫女踹到一旁。陛下息怒，连这宫女都管不好，这个国家还怎么治理？都怪臣妾失职，管理后宫不善，别因为这点小事儿气坏了身体。你是什么小事儿？天下有小事儿吗？连这些宫女都没完没了的犯错，那些远在天边1年我见不了几次的官吏们，什么事干不出来？女官在门外呵斥着宫女，但长孙皇后却没有一味的惩罚他们，而是温声细语的询问原因。这是怎么了？你们为什么都这么不小心呢？皇后知道天下收骸骨的事吗？原来前几日李世民外出打猎之时，无意间发现了到处散落的骸骨，而这些尸骨全都是当初跟随李世民打天下的将士。爱民如子的他，不忍士兵死后都不能入土为安，于是下令让天下百姓认领白骨，而与白骨相随的还有士兵生前的名牌，上面写着他们的名字和籍贯。而宫女在知道自己的父亲与兄弟战死沙场后，泪如雨下，因此今日才会神情恍惚，经常犯错。长孙皇后得知真相后，便将其告知了李世民。这位大唐皇帝听后顿时无比愧疚，他们的父兄为了大唐天下战死沙场，可是自己却还对他们的家人又打又骂。因此李世民做了一个决定，并下令将所有宫女集合在一起，随后让父兄战死的宫女全部起身。李世民看到这么多人之后，心中更是愧疚难当。授我李世民一半。常说我爱兵如子，今天看来我爱兵如子不够啊！随后李世民决定让这些宫女全都带薪休假回家处理父兄的丧事。陛下许战力者休假出宫处理家事。谢陛下。而之前被李世民一脚踹倒在地的宫女，李世民也是直接将她叫到自己面前亲自道歉。让你受委屈了，起来吧。看宫女一直泪如雨下，李世民对皇后说道：赏这些东西，赏什么你看着办吧。道完歉后，李世民又发现了一个新问题。这皇宫内的宫女数量极其庞大，加上内侍宦官估计能有2万多人，这每个月的粮饷将是一笔不小的开支。而前不久李世民又与突厥签订了渭水之盟，国库已然空虚。而大唐在经历连年征战之后，人口更是不到隋朝的一半，因此削减宫女的想法油然而生。一来可以减少宫廷的开支，二来放一些宫女出宫许配民间，也可以增加大唐的人口，这不正好一举两得吗？你掌管后宫，这事儿我看就拜托皇后了。是。然而李世民削减宫女的举动很快就引起李渊的不满。虽说自己退居2线成了太上皇，但太上皇也要过日子，那过日子总得有人伺候吧。而得知消息的李世民为避免老爹闹出大事，于是便带着一家老小亲自去安抚李渊。这是李世民登基后第一次来看望老爹，为了避免尴尬，李世民特意将媳妇和儿子一起带了过来。你们听不听父皇和母后的话呀？从小就要孝敬父皇和母后啊！我们听话。不光现在要听，将来长大了也要听。李渊这席话看似是在教导2个孙子，实则在指桑骂槐，说给李世民听，提醒他当了皇帝，但不要忘记孝道2字。而这对父子一见面，屋内就瞬间变得充满了压抑的气氛。众人见此，便自觉地纷纷离开了现场。自从玄武门之变之后，今天是他们父子2人第一次独自相处。2人对视之后，纷纷沉默不语，场面一度陷入了尴尬。为了缓解这一局面，李渊只好率先发言。眼看呢就要过年了，宴会上我还能弹琵琶吗？老爹这话让李世民一头雾水。要知道李渊的那手琵琶可以说是天下有名的，怎么可能会不能弹呢？我已经老朽了，如果真的要弹，有的人给面子，而有的人就不一定。李世民听出了老爹言语间的怨气，知道他肯定是因为削减宫女一事而不满。然而李世民对此只是淡淡一笑，因为他早已经想好了2全其美的办法。
李世民起身缓缓来到李渊身旁，一边为他斟酒，一边明知故问的询问：“是不是身边有什么人惹你生气了？”我年老力衰，诸事不便，可我听说皇后要削减宫女，心里非常不痛快。宫女必须削减。李世民强硬的态度让李渊感到不可置信。我这才刚刚把皇位让给你，你就是这样对你的老子，直接卸磨杀驴欺负我老无力吗？说话也都不带委婉的了。然而就在李渊即将发怒之际，李世民却突然话锋一转：“我同意皇后，但是皇后和我没有意思要削减父亲这里的宫女。”这么说是我听错了？恐怕是传错。听到儿子这么给自己面子，李渊脸上的严肃渐渐消散，笑容也重新浮现。甚至在二郎为他倒酒时，他还语重心长起来：“你现在也是皇帝了，虽然不能饮酒，也要练一练。如果碰到大的场面，也免不了要威风海量啊！”李世民听后不禁微微一笑，花点小钱增加一些宫女，不仅能缓和自己与父亲之间的关系，还能给老爹留个面子，这实在是两全其美。况且李世民此次前来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与老爹商议。原来当初李渊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，收拢人心，大肆封王封功臣，而为了平衡那些虚王的心理，更是不惜动用国库巨额的珠宝来赏赐。现在看来，这无疑是一笔巨大的开支，因此李世民决定适当削减开销，以减轻国库的压力。只要你有本事摆平，那你就不要再赏赐了。我看难呐。李世民表示自己也没打算一撸到底，他会先将一些亲情疏远的和没有功劳的王全部降低等级，但这些王当初都是李渊亲自封赏，一旦他们被我削减，那么肯定会来找李渊替他们做主。我怕父亲爱颜面，所以今天特别来请教。李世民的尊重让李渊很受用，他微微一笑地向李世民表示：“你想搞就搞，不用担心我丢面子。不过你还是先想好怎么安抚他们吧，他们可不是几个宫女就能搞定的角色。”父亲这么想，我就放心了，我就说到做到。你二郎一向如此。父亲，大唐是太上皇立的，我既然执政，为的是大唐的兴盛。几个小宫女便能换得父亲的支持，这笔交易对双方来说无疑是双赢。而李渊也趁这次机会准备向李世民再捞点好处，来为自己日后的生活增添点乐趣。我听说你宫里有个善弹琵琶的人。两个男人的眼神一交换，李世民心领神会，老爹这是想要那位美丽的琵琶女子来跟他切磋一下技艺。而李世民倒也乐意看见父亲的心思永远都在这个上，于是就爽快地让人把那位琵琶功绩招来给父亲演奏一曲。至于后面发生的事情，是个男人都能体会，小编就不用多说了。与此同时，这边的长孙皇后在一番筛选安排下，宫中的数千宫女拿着补偿金有序地退出皇宫，返回家乡生儿育女，来为大唐的人口增加贡献自己的力量。随后李世民来到兵工厂，准备保养一下自己的宝弓，可让他没想到的是，自己在战场上百发百中杀人无数的神弓，竟然被老工匠一顿吐槽：“恕我冒犯，这不是一张很好的弓啊！”一旁的李武表示十分不解：“陛下百发百中，弓不好，那怎么可能呢？”老工匠解释，皇上之所以能够箭无虚发，主要是因为您的臂力非凡，加上射箭技艺精湛，而与手中的这张弓关系不大。这话顿时激起李世民的好奇心，他随即追问道：“为什么他手中的这张弓并不算是一把好弓？”陛下请看，弓的力量在木质，栎木的木质力量强，而且有韧性，射出的箭准不准要看木纹直不直，而李世民的弓木纹却是斜的，因此普通人用他的弓会导致弓箭偏左或偏右，唯有李世民才能做到百发百中。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有李世民的臂力和箭术，而真正的好弓应该用材中正，木材粗细张张相等，这样一来，任何人换用不同的弓都能百发百中，如此才是真正的好弓。李世民听后若有所思，并且将工匠的话熟记于心。回到宫后，李世民便和大臣们商议年号之事。太上皇李渊登基之时战事不断，定武德为年号没什么不同，但现在天下太平，到了治天下的时候，显然不能再用武德了，必须重新改一个年号。然而就在大家正商量用什么年号时，一旁的魏征竟打起了。魏征啊，我们大家正在议论这个年号，你有什么想法？